韩国的生育率近年来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报告数据，生育率从2006年的 1.13 逐渐下降到2022年的 0.84。2023年韩国统计厅发布的上半年生育报告显示，生育率再创新低，达到 0.75。这个数据显示韩国正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如果继续按照这个趋势下去，韩国将在未来30年到50年灭国。这导致韩国民众对于生育率问题越来越担忧。这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25号宇宙实验。该实验结果曾一度因为太过冷酷和绝望而遭到封禁。负责实验的教授们将一座大型的立方体盒子划分为16个相同大小的区域，每个区域都配备了足够的食物和水源，以及舒适的窝供老鼠居住，并派专人看护，确保没有传染病的发生。在实验开始时，教授们投放了身体健康的4公4母共8只老鼠。起初25号宇宙运转一切正常，由于丰富的资源和适宜的生活条件，老鼠群体开始迅速增长，在10个月内达到了惊人的1000只，几乎每55天老鼠的数量就能增长1倍。然而，随着老鼠数量逐渐增多，资源开始变得稀少。虽然食物和水源的供应量足够老鼠们生活，但因为资源总量的有限性，老鼠之间开始竞争，导致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快速恶化，出现包括领地争夺、攻击和自相残杀等行为。少部分身强体壮或是占据高位的雄鼠逐渐展露出了支配性的行为，它们会霸占越来越多区域，把若干雌鼠和子鼠占为己有。作为上层阶级，它们身强力壮，对进入它们领地的其他老鼠进行疯狂攻击，即使它们并不居住在那些领地。很多老鼠被驱赶或被咬死。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统治地位的老鼠越来越凶残，而另一部分老鼠开始出现异常行为。它们每天除了吃、睡、梳毛外，什么也不做，处于一种梦游般的呆滞状态，既不会互相交流，也不会和雌鼠交配，甚至完全不在乎其他老鼠的存在，就这样呆呆地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天。教授们将此现象解释为沉沦。他们认为，在一个社交密度过大、不会饿死却无法逃避的环境中，物种会放弃挣扎，变得迟钝，同时自闭烦躁，极具攻击性，最终因为心理沉沦走向灭亡。到实验500多天时，25号宇宙的出生率来到了死亡交叉点，死亡率首次超过了出生率，整体数量开始急剧下滑。实验第1580天，25号宇宙中只剩下不到30只老鼠。实验第1700天，随着最后一只老鼠的死亡，25号宇宙宣告破灭。就这样，没有天灾，没有疾病，没有严重的物资匮乏，但鼠群还是灭亡了。25号宇宙实验引发了新的思考。尽管人类社会和实验中的老鼠群体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相似之处。人类社会中也存在着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竞争现象。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长寿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压力倍增，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减少，导致劳动力短缺和人才流失，生产力下降，工资水平上升，企业成本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此外，传统的多代同堂家庭结构逐渐消失，家庭规模变小，因此养育子女的责任更加集中在夫妻2人身上，这给夫妻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使得他们在考虑生育时更加犹豫。年轻一代更加注重个人事业发展和生活自由，对育儿的责任感和认同度降低。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也使得生育率下降成为了一个普遍且难以逆转的现象。如果人口减少幅度过大，某些民族和文化可能面临衰退甚至消亡的风险。然而，人类社会中的政策干预对于生育率问题可能具有一定的影响。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来鼓励生育，如提供育儿津贴、灵活的工作时间和休假政策，扩大育龄妇女的职业选择和支持，改善育婴环境和设施等。同时，也需要倡导社会文化环境的变革，提高生育的社会认同度，以及促进家庭和睦。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你认为人类可以正确应对这一问题吗？